这两天一直忙着租房，这次不是租住房，是租一个商业用房。我们都知道，美国的商业用地和住宅是严格分开的。可以说是租一个 office 或者是一个门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搞一个教会，那么尽我所能为新移民提供一些服务。现在我在家呢，可以说没有什么休息天，基本上每天都有新的观众上门。今天有2个，明天预定了1个。那么在家里接待呢，涉及到一些问题。一个是钱的问题，是吧？招待费的问题。以前我说过这个事儿。来的朋友多了，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有7个家庭，20个人。那么一顿饭吃下来，连酒带菜，差不多好几百美元，不低于200美元。那你老这样搞也不是个事儿，是吧？如果说是一个商业的铺面，不管是开个茶楼也好，还是买个教堂，接待起来终归接待费用上会省很多，其实比房租都要便宜。大家都知道，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商业比较萧条，是吧？很多店关门了，学校不上课了，餐馆关门了，理发店啊、服装店啊、裁缝店啊，很多人都在关张，所以房子其实不太难租。但你要租的时候，真的当你去租了，其实也很麻烦。他要查你的信用，不是说你给他写张支票他就租给你。白人的世界就是这么麻烦，对吧？但是没辙，进入这个体系以后，你终归是要遵循别人的规则。美国是一个比较新的国家，立国200多年，几乎现在是世界第一，至少我们没有看到在全方位上能够超过它的国家。前苏联试过一把没成功，把自己逼得解体了。西方的中国呢，也在进行的尝试，虽然它幻觉比较重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它有任何赢的希望。既然整个世界如此，那就只能入乡随俗了。房子明后天就能住下来，住下来以后要装修，那甚至可以说边装修边干活这个都完全可以做到。那么牧师这个月底就会从德克萨斯州移居到波莫纳。下一步因为买教堂的事儿，必须他要出面。很多事儿不是一个钱能解决的，很多程序上的审批其实很麻烦。所以先有一个办公场所，比一切都办好了再行动，可能要更合适。那么这个商业场所租下来以后，因为它是商业区，所以它会有停车位。朋友们来了，最起码停车方便即便你要打车也比较容易找。来了以后可以在这儿看看书，喝喝茶。如果有新来的朋友涉及到租房子、买电话卡、开银行卡、找工作，包括办理身份，很多力所能及的事儿，不管怎么样，对我来说都是刚刚走过的程序。趁着新鲜，记忆还在，能提供的帮助我都会提供。那么带孩子来的呢，现在有很多，
涉及到孩子上学、打疫苗，包括现在已经学校基本上停摆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些事儿还得办。在美国，你带个孩子来不给他上学，其实这是违法的。我知道有很多人两眼一抹黑，有人是下了飞机就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说已经隔离过了，是吧？在泰国，在其他国家中转了至少半个月以上。有些人呢是到达洛杉矶以后，至少待1个月才联系我，要到我家来做客。那么今后我在视频中可能不会再挂家里面的地址了，因为有办公地址，我会公开办公室的地址、电话、电子邮箱还是我的。礼拜一到礼拜五，原先我计划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2点，因为孩子8点钟上学，下午基本上是2点55放学，那么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些服务吧，算是。那么礼拜六呢，会固定的请一位周末嘉宾到我们这儿来做一个演讲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很多人不太愿意出门，不太愿意接触陌生人也没什么问题。那么尽可能先请洛杉矶附近的，开车就可以接来，或者他自己开车到我这儿来。如果说不愿意接触外人的也没事儿，我可以完全用直播的方式展露他们想说的话。我提供的仅仅是一个平台，我不一定会赞同每一位嘉宾的发言，但是我会做好服务工作，尽可能给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，让更多的人听到。我认为多种角度的看待中国，会帮助我们大家能有一个相对公允的对现实的认知。可以没有观众，连体育比赛都可以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，那为什么在我这儿开一个讲坛就必须要有现场观众呢？我们都已经过了急需掌声的年代了，到我们这个年龄，总想做一点事儿，留一些痕迹，让世人知道我们曾经来过，我们曾经思考。虽然我们的想象是有局限性的，不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太多的启发，但终归我会尽我所能，让所有的嘉宾提供更多的角度，以他们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，看待中国，他们在期待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做到真实的完全掌握所有的信息，每一个人的生长的环境都是独特的，你始终是唯一的。越来越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说话，这才是改变中国的第一步。有许多人应该来说，在自由的环境中想说话，想说一说心里话。太多的人并不是政治领袖，他们没有对今后政治上的期许，也没有想过回国去当一个什么样的职务。即便中国进入民主化了，它这个进程一定是伴随着枪炮声和血腥的。我知道有许多人追寻的是合理非，虽然我们知道它很难，但是我知道这是
大多数人的梦想。我们真的希望中国能够一夜之间就变得理智了，非常平和地过渡到一个现代国家中。但是抱有这种想法的人100多年来从来没缺过，但都变成了空想家。因为中国的变化，它一定是伴随着枪炮声的。中国人这个群体没有什么改变，中国最多的还是农民，他们只追求现实的可以抓得住的利益，忽略了这一点就不要谈论中国问题。中国不是几个叼着雪茄在书房里就可以指天画地的人能够规划的。能够抓住中国人的内心，抓住他们所需要的东西，知道给他们什么样的许诺能够唤醒民众聚集到他身边，继而改变中国的，都是一些实干家。所以我认为周末嘉宾访谈它只是一个平台，它不会出现太多的革命领袖，往往我们只是在大洋彼岸把我们对中国的期许，对未来的展望揭示给大家，希望能对变革中的人们做一些提醒。今年下半年呢，还有一个工作是要推动梅兰芳艺术节。我会联系洛杉矶的文化局，联系加州理工大学的普莫纳学院，联系我们普莫纳市政府。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。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是有限的，中国文化的根，包括我们熟悉的京剧，它会一直留在中美的文化交流中。1949年，普莫纳学院授予梅兰芳荣誉博士的称号，不仅是中美两国当年文化交流的象征，其实也是美国人对遥远的东方存在的古老的艺术一种肯定，最起码他在尊重你的文化。今后的中国无论变革到哪一步，中国人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，都有你的文化烙印。时代在进步，昆曲可能没几个人听得懂了，那么京剧呢，它的覆盖面会广一点。在中美交流的过程中，传递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桥梁，我认为终归是有办法的。今后的年轻人可能有更多的办法，我这一代人能够想到的不多，想到了我就想去做，尽我所能，推动一步是一步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，全方位的中国，不仅仅是中共管制下所谓的党文化，它还有更多的东西。我希望能有一个纽带，让中美之间能够长期的尊重彼此的文化，在交碰中互相去尊重对方。中国人总有一天会正视自己的文化，正视自己的文明。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，我不一定能看到它，但是我希望尽我所能去推动它。这个世界的改变需要每一个人来参与，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进来。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，每一束光都需要我们参与，让它洗去
被掩藏了70年的这种污垢，能够让整个世界正视它，期待它进行一个巨大的变革，进入西方文明，进入现代社会。它对中国本身的文化是有冲击的，这种冲击在100多年前，大清末年，对中国的文人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系统，这种冲击是铺天盖地的。人们后来认识到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，还要去学习。我们知道大家都学了数理化，还想学更多，学别人的制度，学人家的文化，但是我们都知道很难，一个民族深层次的东西是很难被改变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立足本源，然后尽可能的去融合各家。中国的未来一定是缓慢堆积起来的，它绝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也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全盘西化，这都是不现实的。不用那么急，我们不一定能完成这个愿望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4个字：尽心尽力。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，成功不必在我。如果你真的能理解它，我想也就足够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